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浙江的大山里面。之前我们看了很多地主大院，有豪华的，有简陋的，有几十间房屋的，有上百间房屋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同样是来看一个地主大院，这座大院就是非常奇特。远观这个大院就像是一个村落，就跟我们平时看的很多古村落一样的。那走近呢，就能够清晰的看到，这就是一个地主给自己家里修建的豪门大院、豪宅。那么一个大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，看看到底是谁修建的，并且在这个大院还隐藏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秘密，在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能破解。听说如果有人能破解的话，能够得到一大批宝藏，就跟我们在四川看的一座山一样，有一个石门，如果谁能破解上面的咒语，那能够找到无数的宝藏。那在这里同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大院也是在大山里面，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叫做千柱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这个大院是靠1000多根柱子支撑的。这个在我们平时看到地主大院基本上很少，所以说这个大院被称之为独一无二的。它整个是砖木结构，占地面积将近7000平方米。什么概念呢？就相当于是一个足球场大。它是以正厅为中轴线，两侧有10个大天井，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它有10个四合院组成，36个小天井，里面呢共有118个房屋，32条弄道，里面呢四通八达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它这个房屋就是118个房间全部连接起来了，里面是有回廊的，同时也是属于2层的房屋，里面配置很完善，有私塾，有祠堂，有柴房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是整体房屋的布局。它呢是一个地主为他4个儿子兴建的。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房屋，总共大概是属于10个四合院组成，其中最中间的2个就是大厅跟祠堂，然后大厅两侧呢就是4个儿子分别居住的四合院，然后最两侧的房屋就是那些私塾、磨坊、柴坊等等。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说不管你夏天再怎么热，太阳再怎么大，人在里面是晒不到的，同样雨天是淋不到的。就是说房子与房子之间有长廊相连。这个大院是建于清朝，离现在大概是200多年的历史，听说是建了17年的时间，花费了几十万两白银。现在去里面看一看，在这个墙壁上面看到有一个狮子头，大家猜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就是拴马石啊。我们平时看到那拴马石是铜钱形状，那这里也有，不过是2种，一种是狮子头，一种是铜钱。那这种狮子头的呢，相当于就是身份比较高的人拴马石，就是说当官的，或者是跟这个主人同等地位的。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拴马石，相当于是穷人的。这个是铜钱形状，很厚啊，很大的一个石头雕刻的，也是一体雕刻出来。这个就是大门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是青石还有砖雕组成，算是一个非常精美的。它这个房屋也是对称的，在这个大门上面还有一个门额，有几个字“于师为圣”，这个是出自于《论语》，意思就是说要兴盛昌盛。他们本身这个家族的人是姓施，那么在这个门额上面的施就代表他们家族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族在这里最为兴旺昌盛。他们整个家族在这个地方住了1100多年，这个大院是200年。在这个门的顶部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看到没有？2只蝙蝠中间雕着铜钱，蝙蝠呢是福的意思，因为我们经常在很多建筑也看到5只蝙蝠代表五福临门嘛。它这里呢类似有铜钱有钱，就希望那个这些东西大家都懂得啦。一进这个大门就可以看到有很多雕刻，这应该也是留下来的。
这些就是24孝图。在古代，这个孝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很多封建王朝经常说以孝治天下。那中国比较孝顺的皇帝，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汉文帝，还有后面的乾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布局，它这里相当于是大厅，左右两边就是那个地主他儿子居住的地方，长子在右边，次子在左边，然后老三又在前面，就是这样依次类推。再往前面看看，那这边以前呢是有节日或者这里办封牌喜事的时候，就在这里摆酒。这块摆不下，那就在后面还有。那其中前面那个大门呢，就是办丧事的时候才能打开。那边这里是老大居住的，看以前是有一个门的。老大，然后老三在那边，因为他是按照长幼有序嘛，长一点的就在右边。在这个大院里面啊，这种回廊是特别多，把这100多个房间全部连接起来，从而在这边有这样一种说法：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，你在这里既晒不到也淋不到，因为全是相通的，而且你看全部是由上面挡住的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，户户相通，可以说得过去。又到了隔壁的话，也是一个院子，都是四合院形式的。这就是他们建房屋的一种形式。在很多大型的地主大院，特别是南方的话，它经常都是有回廊连接的。而且大家看一下哈，那些房屋基本上是后面慢慢的修建的。整个这个大院整体修建了10几年，它是先集中中间，然后两边扩展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分开形式的布局。这个房屋被称为这个大院被称为千柱屋，就是因为这身后这些柱子，也是这个大屋最有看点的地方。它总共是1322根柱子，基本上在中国的房屋里面是绝无仅有的。在墙壁上也有，单独的也有。那么像这样的柱子，听说大概是999根。总的来说是1000根，但是那1000根大家都找不到在哪个地方。为什么会说跟1000有关系呢？因为在这个地方一直有个传说，当时太平天国他们不是弄了很多财宝嘛，但是南京城后面破的时候，那些财宝不见了，有多种说法。一种是说被曾国藩他们2兄弟运走了，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平天国提前把财宝转运走了。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财宝转运到这个地方。大家如果看过一部电影的话，就讲述了千柱屋那个财宝的故事，说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柱子，现在只找到了999根，那相传藏宝的那第1000根怎么都找不到，所以这个就非常奇怪，专家呢也解释不清楚。这个柱子呢，经历了200多年，你看看有一些已经有一点裂纹了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看到这个成拱，这里呢是花，还有一些动物。那像这个就是松鹤延年。为什么这里不能用狮子哈？这是因为在古代建造房屋，狮子是有要求的，只有说官宦人家家里有当官的才能雕刻狮子，那没有的话只能雕刻一些其他的地方。中间这一步是公用的，就是他们几兄弟公用的。刚刚我们看到两边是长子跟第3个儿子，然后从这里进去大门呢，就是老二和老四的，老二在这边，老四在这边。这个大门一关，就相当于是独立的院落，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大门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把门一打开，整个大宅院就是相通的，就像一个村落。然后把门一关，那基本上就是晚上每家每户关门的样子，那这个村子呢又变成休息的模样，所以它这个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白天门打开，一户人家，然后晚上呢把灯一关，就是变成一个村落，无数户人家。这个应该很多人见过吧？风车也叫做吹谷机，就是把稻谷里面的杂物弄掉的。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看过了。这里又是一个四合院，前方就是他们家族的祠堂，现在也是关闭的。然后在左右两边就是剩下2个儿子居住的，这边是属于4儿子，这边属于2儿子，双数在后面，单数在前面。他们的房屋也是叫什么堂，其实从古至今呢，地主大院各个那个分院都是一个堂一个堂的，我们在山西也看到很多。在通往他们4兄弟每个大院的门上面也有很多雕刻，它这些是由青石制作的门框和门额，门上面雕刻了不同形态的梅兰竹菊图案，以表示春夏秋冬。每幅这个浮雕呢，千姿百刻，无一雷同。在这个地方，感觉是不是一条道路把这个大院分开了？那其实它是建造有含义的，它中间相当于是弄了一道防火的。你看，有水沟，有鹅卵石这样组成。如果说着火了，它就能够保住一边的。这是古代设计的一种含义。其实很多房屋啊都是这样的，因为古代建造大部分都是木头嘛。我们现在相当于就是站在老式的院子，这一个四合院里的房屋还挺多的，基本上这个地主大院80%-90%住的还是他们这个施家的后代。您是他们这边的后代吗？我是买进来的。哦，后面进来的是吧？还有在55年的时候买。啊、我以为你也是他们这个后代。姓施是姓施。这位大爷是上个世纪50年代搬进来的。大家看一下脚下，这些看起来是水泥，其实不是，是当时古代用三合桶、石灰等等弄起来的，比水泥可能更坚固，经历了200多年还完好无损。我顺便向这位大爷问起了这边宝藏的事情，他说一直传说是有，但是没有人发现，也没有人找到。一直有一种说法，那个宝藏就在这位大爷旁边的祠堂里面，那里有第1000根柱子，但是按照考证也是没有发现。在这个门上也雕刻了好多东西，李白写诗、吕布拜石，这都是古代的一些典故，也都是原版的，200多年了。啊，你住在这里，里面现在是怎么样呢？哇，这里面很凉快呀。你们就这一间房吗？这几间都是我的。这些都是。这位大爷向我们介绍，这个大院之所以保存这么完好，因为里面基本都是有人居住的，不过大部分是老人，年轻人都出去了。在这个大山当中，古民居不止刚才一处，在它不远处还有很多，基本都是从这个家族走出来的人新建的，他们的布局结构都差不多，前方这些也大部分是四合院形式的，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。这个大院有100多间房屋，我们不可能每个都走完，关于的传说一直也都存在。多年以来，它的传闻不断，人们有着各种猜测、假设和探寻，但是关于这个太平天国的宝藏始终没有发现。尽管说传说中的太平天国宝藏一直没有找到，但是这个千柱屋如今已经慢慢的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宝藏。在国内很多建筑都借鉴了它的构造，引用了它的建筑元素，